Hello，大家好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上去啊。Neo Mastercard, designed to Hello，今天我们讲棒龄啊，好像是上去了。有在线的朋友可以留个言啊。Hello，好，我看我这里是上去了，大家久等，今天就开始直播了。好，我们为什么要讲一下棒龄呢？因为我自己觉得棒龄这个很有意思啊。你像我年轻的时候，也是去健身房锻炼吧，也是哑铃、杠铃这些。那后来慢慢时间长了，就发现它这些器械呢，包括一些健身房的这种综合器械，它锻炼肌肉、锻炼形体是没问题的。但是它把人体呢割裂的太厉害了，它把每一块肌肉都孤立去练。这样你做这些动作呢，确实是对这个肌肉锻炼效率非常高，可以很快的把这个肌肉形态练出来。但是人体本身是一个活的生物嘛，我们还是拿中医的观点来看，就是人是一个整体，所以我们练肌肉呢，我觉得这么练不太符合这个中医的理念，不符合我的这种三观吧。所以慢慢我就不断的去找，包括传统武术的一些练法，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棒龄非常符合。棒龄呢本身是从现在来讲呢，主要是从印度还有波斯，就是现在的伊朗，以前的叫波斯嘛，它这个训练战士的一种器械，主要是根据当时的这种冷兵器时代，这种比如劈砍呀、格挡啊，包括我们现在学这个棒龄的动作，很多它英文动作还是比如叫做防卫啊，或者是劈砍这些还是原来它的意义。但是我自己练完以后，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还是从投掷这个角度来讲，就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区别，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人的这个锁骨啊、上肢特别适合投掷。我们如果去专门练一练投掷的话，可以练得非常的精准，而且可以投得很远很准。这个是人类比较独特的一个运动功能，其他的生物好像没有。地球上的生物好像没有这个功能，所以我们应该是充分的发挥这个身体本身有的天赋机能。但是现代社会你用投掷的机会就比较少，我就一直鼓励大家，如果有孩子的话，从小让他练一练田径、跑、跳、投，这就是人的身体的基本的三大类功能。把这三项练好之后，你不管从事什么运动，还是说你希望让他的身体更健康、运动能力更好、体能更强，都是很有帮助的。那从器械分类、运动分类来说，棒龄又是一个很典型，它是训练体能的。它的很多动作呢，看起来好像是说我要用手臂，但是大家真的学会动作之后，就会发现，它所有的动作基本上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腰胯，就是这个核心的这个肌肉、腹部、腰部的这个力量，来让力量体重传导到这个手的末端，从而对抗这个棒龄它的配重的这个离心力，让我们的核心更稳定，让这个腰胯这里在保持稳定和有力的前提下更灵活。传统武术里面就叫腰马合一。所以你看今天我这个视频直播的标题也是写的告别腰底痛嘛，就是我们要通过棒龄的训练，不是说我要练臂力，不是说我要练哪一块肌肉，更重要是让我们学会整体的用力，学会用我们的体重，这样你就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、工作当中，避免我们这个腰底部很核心的这个位置受到慢性的损伤。简单的介绍就先讲这么多，我们还是先做一点点热身。今天这个热身呢，我是不重复的内容，就是做一个少林内劲一指禅的基本功，它叫做扁担啊。方法呢是我用我们这两只脚，脚跟贴到脚尖上，站成一字形。如果说你的腰胯或者下肢的状态不太好呢，可以稍微分开一点也没关系。
我这样斜着做，大家就是前面和侧面都能看得到。前面的手掌呢是手掌心朝上，抬到和肩同高的位置，然后后面的手掌也是手掌朝上，然后也是同肩，有点像我们的一字裆，但是它是一个下肢和上肢躯干是不在一个平面上这种动作。然后我们要注意眼睛是看着后面这个手延伸出去的远处，这个时候两个手翻转朝下，往下落到身体两侧，它要求是拍击一下或者就蹭一下，然后前后手互换，还是看后面的手，这样我们头也转了180度，然后再回来，我就连续做一下。好，我们做几下之后换一条腿，把另一只腿放到前面，步子不要太大，太大可能难度就比较高了。然后一前一后，简单活动活动，然后我们转一转肩，活动一下肩膀。因为杠铃其实主要是要靠我们的手臂来拿，所以对肩膀的负担是会稍微有一点。然后如果你肩膀不舒服，就是要选择重量小一点，或者就干脆先暂时不要练，先把这个本身肩膀的问题先治好。当然，如果你是这种肩周炎的后遗症的状态，就是活动是有点受限的，那练一练杠铃其实是可以让你的肩关节的活动度增大，变得状态更好，但是要注意配重，不要太重，避免受伤。那我们就先从杠铃开始。上次的直播我们讲了一下预备式，手放在这里，前臂和上臂是90度，然后杠铃和地面也是90度，和我们的手腕也是90度，哪个手在上，哪个手在下都可以。我们练一段时间之后，可以一会儿再交替过来，两个肘夹紧。这是一种持握方法，也可以像我今天封面这样，就是倒过来持，它的感觉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，用的肩胛骨和肌肉的位置，它的力点会不太一样，大家都可以试一试。好，我还是正持，正持之后，下一步慢慢的水平的把它推出去，让两个手臂都完全伸直，好像竖着一个旗杆一样。再收回来。今天讲的都会是非常非常基础的动作，不会像那些健身教练，他们就是很多做的都是这个流动的这个动作，这动作肯定是很好看，然后有一定的欣赏性，也不枯燥，但是难度就相对就高一些。我们前几次先主要介绍一些基础动作，然后大家就跟着我做一做基础动作，最好是拿比较轻一点的杠铃，因为你太重的话，动作很容易变形。这样你基础动作如果变形，形成不好的习惯，后续就很难改了。大家就尽量拿自己能控制得住的这种比较轻的杠铃。这个动作我们做5次吧，每个位置停10秒钟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往前推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休息一下。
静持这个预备式的时候呢，不是说不动就是在发呆，你可以读秒也行。然后更多的是你要感受一下，因为这个棒铃的配重，你的躯干在做什么，你的重心有什么变化，然后只会仔细体会这种重心的变化。好，我们换一只手在上面，上下手交替一下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往前推，推到与肩同高，注意不要耸肩啊，肩膀是放松的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放松收回来。如果觉得累，可以放到地上；如果觉得不累呢，就可以左右手倒一倒，晃一晃。我们说嘛，就把它当做一个投掷，摆动。注意不要脱手砸到地上或者砸到自己身上。好，再换回来，上下手交替一下，两个肘夹紧肋骨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放松。我们做这个前后推的这个动作，在棒铃里都有专门的词，我不是专业的，我就不说这些名词了。我就基本上是我自己怎么练，然后我就怎么视频演示吧，大家可以跟着练一练。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看一看相关的资料，然后做得更专业一点。我觉得锻炼吧，就是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，一定是舒适自然为度，不要勉强，不要试图超过这种极限。当然有一些这种要领我会跟大家说，大家这些容易犯的错误尽量就不要犯，这些错误都是容易造成损伤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结合刚才这个动作加上我们下肢的动作，就是加上一个蹲下起来。之前我们讲过这种徒手深蹲，我们可以加上棒铃之后做一下深蹲。蹲的同时，手伸起来，然后收回来。好，做了10个，稍微休息一下。哎，周4这个时间人不是很多呀，不会又没有登录到这个直播上吧？我这个看着是直播了呀。好，换一只手在上下交替一下，蹲的同时手伸直，回来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很多人都误解这棒铃是练上肢的，其实它更多的练下肢的更多一点。就是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是需要靠腰胯下肢控制稳定。
所以它既是有氧也是无氧，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代谢发生变化，效果还是很不错的。这个深蹲和徒手深蹲的区别，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徒手深蹲做的这个要领。这个深蹲呢，就是大家控制住膝盖不超过脚尖，然后骨盆最好是稍微略低于膝盖就可以了，不用完全蹲下去，因为我们要有配重啊，有配重之后，蹲太低的话，可能有的人会不舒服。好，我们再来第二个预备式，单侧在身体的一侧，把这一侧的肩膀尽量往后去。然后换一个位置，然后上下手换一下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换一下位置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我们这个左右的这个是要交替一个，双手把它举过在身体后面，这个时候手的位置最好是低于手肘，然后让它在身体后面摆动，可以原地踏步，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这个手托羁绊的动作。不需要做太多，但是大家要找一找在你身体后面左右摆动的这个感觉。然后我们从一侧开始，然后这个注意呢，就是做的时候我们从这一侧，然后往上抬，越过头顶，然后再回来，啊，不是从正中间啊，不是这样啊，一定是从一侧，就从我们的肩膀这里过去。还有一个容易见的错误就是把自己的脸挡住了，一定是高过头顶，这样对。好，我们做10下吧。这个左右交替啊，1、2回来，换到另一边，1、2回来，2、2、2、3、2、3、2、4、2、4、2、5、2、5、2。好，做了10下，我们换一个上下手交替一下。1、2、2、2、3、3、4、5、大家做的时候呢，不是纯靠这个手臂过去，这个用手臂去做，这样你的肩膀的负担会非常大，手臂会非常容易累。我从侧面做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要用我们的这个身体来带动它。
就是都是一个头饰。大家小学的时候，我小学的时候是有一个体育项目叫投实心球，大家可以就想象这个投实心球这个动作啊，就是一定是用这个身体，用躯干的力量，把力量传导到手上，然后想着是把它扔出去，当然你是抓住它，不要真的扔出去啊。这个动作，那我们接着做一下这个摆动，摆动就是刚才我们有做深蹲，然后这个呢就是下去的时候呢蹲下去，但是起来，然后呢用我们这个胯把这个杠铃摆动起来。做的时候要注意两个手臂都是伸直的状态，不要变成这种弯曲的状态。从预备式开始。先不翻腕了，我们就直接做一个直的。直的话，起来的话，大概就是到水平的位置就行，或者不到水平位置也没关系，大家看自己的状态，不需要太高。好，完全是靠我们的这个腰胯的摆动来带动手臂，带动杠铃。前后换一下手。预备式开始，蹲下去。这是一个杠铃的前后摆动，加上我们这个胯的动作。做的容易犯的错误，一个是说这个手容易曲起来，还有就容易举得过高。过高的话，就是你在用手臂的力量在举高，这个在后面的动作有些会要用到。那我们初级的话，刚开始学，没必要就做到顺其自然，顺着它的这个摆动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荡得太高。还有一个容易犯的错误是这个胯，就是我们一定是通过这个下来啊，接近到我们的身体的时候，然后再屈髋屈膝。有的人做的时候就还没下台在这儿的时候就开始屈髋屈膝了，那你就很容易砸到地面上了。我这个10磅的比较小，如果你那个杠铃是比较大比较长的，就很容易砸到地面上。所以一定是摆荡，然后快接近的时候再屈髋屈膝，然后再用这个胯提起来，给它摆动起来。我看一下这个是在线的状态吧，我是这个有点心理问题了，心理阴影了都，老是点不到这个正常的直播状态，好像是在线的，应该是问题不大。那我们就继续呢，这次我们摆动上来之后呢，再加上一个翻腕，回到预备式。好，换一只手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杠铃式练习呢，其实是一开始会比较枯燥，就是一个单项的动作，不断的去重复去做。我们今天是主要是按难度来
一点点讲吧，讲一些基础动作。好多人是在社交媒体上、油管、小红书上能看到有些这种专业的教练，他都做这种 floor， 就是杠铃流动，做起来很好看。但是你光看那个流动，你很难学会，难度是比较大。那个杠铃流动啊，它也不是正常训练的一个主要的动作，因为那个消耗体力还是挺大的。通常都是，比如说我今天准备练3个部位，或者说练3个到4个动作，然后每个动作重复多少次之后，充分锻炼到了，然后再下一个动作，然后之后这几个动作都做完了，最后收尾的时候，把这几个动作串在一起做一个流动，让它整体形成一个全身的这种动作的连贯训练吧。当然，不同的练法也都有，但一般都是这样的。你看，我其实做流动做的比较少，我主要还是做这个单项的动作，我们说单操多一点。中国传统的话，也有类似的训练，但更多是练这个石锁，石锁的难度就更大一点，对场地要求也高一点。现在好像不太好买到石锁了。好，那我们再进一步加大难度，就是起来之后呢，再把刚才我们做的这个动作，就是推平、旗帜，从预备开始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换一只手。1、2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这练了有20分钟，就有点出汗了。接下来我们肩膀这里也做了，深蹲也做了，我们就是在做一个这种绕头，还是刚才这个动作，从这里从右边上去，然后绕回到左边，回来，然后再从左边绕回去，我们就再做一下这种完整的动作。我正面还是斜着做好一点，我先正面做几下吧，做一组。换一只手，我在侧面做一下啊。好，这是上面肩部的这个动作，还有刚才这个前后摆荡这个腰配合的。我们再做一个左右吧，左右的这种摆动。这个我们先做单手的，这个就是好多人看了以后是有点晕的，就是它分这种外摆和内摆。
好多人看起来动作好像是一样的，其实也是一样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分一下，这个到后面的动作就需要分它一下。我们比如以右手为例啊，比如以右手为例呢，如果我们是往左边，就是往我们身体中线这边弄的话，它就是内摆。那如果是反过来呢，我们右手往身体外面，往右侧，就是我们同侧的这边摆动，就是外摆，往这边就是内摆。这个摆动呢，就是有的人他会主张说你一定要到与肩同高，但这个就是需要有一定的臂力，然后你要用一些控制才行。这个对初学者我觉得可能有点难度，而且我觉得意义不是太大。大家就是顺其自然，比如我这种外摆摆到这么高就可以了，就收回来就行了，顺着它这个劲儿，就是顺着这个杠铃的这种重力的自然的这种摆动，拉伸你的肩关节，拉伸你的躯干，拉动你的重心。然后呢，我们一定也是这种屈髋屈膝，这种屈髋屈膝，然后挺髋，把髋挺起来，这种动作就是都是我们用我们的躯干。虽然从这个刚才的前后摆动变成了左右摆动，但一样是要用我们的这个躯干。我先拿下来说吧。大家看我这个胯啊，它实际上做的也是一个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这个髋关节的屈伸，然后挺动，带动手臂，带动这种杠铃啊，然后略微加一点点转，也是我们这个髋关节，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腰马合一这个部位带动，不是说我们要这个脊柱怎么扭，像有一些人喜欢打高尔夫球，喜欢打网球。他这个腰容易受伤，尤其是打高尔夫球，很多人都是他这不是这个胯在转，他是这个自己这个较劲，这个腰拧啊，手臂跟这个腰拧劲儿，所以造成自己损伤，肩膀的损伤啊，腰啊、膝盖的、脚踝的这个损伤，就是自己把自己拧伤了。实际上是应该用我们这个胯的转动。所以大家如果想打高尔夫球或者打网球打好的话，一定要多做一做这种左右摆动的，它可以避免你打球出现的一些运动损伤。然后有运动损伤的话，也可以得到治疗，主要是把你的不好的运动模式、发力模式得到一个纠正。我们用单手做例子啊，单手的话，你做内外就比较容易分清嘛。我们先做往内，就是往身体的中线这边，我们拿右手持住，在我们身体的一侧。然后落下来，摆动回来，这算一次。注意看我的髋啊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然后我们换一只手啊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换一只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我们做了2组，那我们再来一个外摆的。
外摆的就是先把手臂拿到身体的另一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换一只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换一只手，往外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哦，来人了，你好。单手的话就分内摆外摆，如果我们是双手的话，其实就是一个手在内摆，另一个手就在外摆了，对吧？这个很有意思的。杠铃练习就是这个样子。今天就是先简单讲一些基础的动作。经常会扭到腰，可以练吗？天晓得问 ，Mary。经常会扭到腰，一般都是就是骶髂关节不太稳定，或者说你平常的这个用腰的习惯不好。比如我们常见的腰扭伤，就是我手上拿着重物，然后同时去转腰了，或者说我坐在这个驾驶位置，然后我包放在这个后排，然后我去拧过去够，这个时候就很可能超过你正常的腰椎还有骨盆活动的范围，这样就非常容易扭伤。那这个扭伤通常也很容易治疗的，只要把那里放松掉，然后力线纠正过来就可以好。然后我们练这个杠铃，就是为了说让我们知道身体你正常的转动应该是怎么转，就是我们转应该是比如说拿着重东西呢，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胯先转过来，然后你不需要腰转那么多，你胯转的多，下肢转的多，你的腰就是在一个很稳定的范围去动就可以了。这就涉及到人体的一个解剖结构。大家知道黑猩猩和人的解剖结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呢，就是人类的腰椎是有5节的，大猩猩只有4节，少1节吧，还是少2节？它的这个肋骨和骨盆是基本上非常接近的这个距离，没有太多空隙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大猩猩那个体态啊，就是它这个躯干这个地方就很魁梧，所以呢，大猩猩、银背黑猩猩它的力量可以是成年男人的15倍左右，就同样体重的，就是它的这个腰马合一的太稳定了。然后人类呢，它就是腰椎这里是没有肋骨的，然后我们只有胸椎这里有肋骨，然后腰椎这里还多一节，就是为了让它增加灵活性，牺牲的代价就是我们的力量会下降，这里腰底这里就稳定性就差。所以像传统武术，还有就是像波斯、印度，他们用这个棒铃，还有摔跤，他练的呢叫腰马合一嘛，就是希望让我们这个腰和骨盆能够形成一个整体，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，这样我们的力量就可以状态更好一点。哦，师姐刚刚上完瑜伽呀，今天教的都是非常基础的动作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就是在
每一个动作在大家都学会之后，再把这个编排一下，做成固定的组数，做一下这种代练。有这种需求吗？如果有需求的话，我就专门再录一下。今天就主要先讲一下基础的动作。我这个练了有40分钟，可能不到40分钟，还聊了几分钟天我觉得锻炼效果是有了，全身上下都有点发热，微微出汗，肌肉也有一些酸胀的感觉。就棒铃它其实还是很好的锻炼的。大家订的棒铃应该都到货了吧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刚才的动作可能刚上线的还没有看到，可以回头看这个回放。没问题的话，要不今天就先到这里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大家之后看回放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在评论区问我。谢谢大家，今天先试一试这种直播讲棒铃的方式，有什么建议欢迎多提出来，或者希望怎么教也可以跟我说。我想的就是先把一些基础动作先讲一讲，就是主要的要领，然后示范一下，大家回去可以练一练，或者跟着练一练。有问题的话，我们把动作先把这些基础的动作先弄明白，做明白，做正确。之后加上一些复杂的动作呀，这些组合你就不太容易乱，不然很容易就是一上来上高难度的，或者上这种组合就很容易就做错，或者就伤到自己，这样就不合适了。先把基础练好，只练这几个基础动作就很好了。你像刚才做的这个内摆外摆这个动作，我基本就是上班之前下班之后做一做，就做一个放松，做一个热身。对这个身体还是很好的，而且棒铃这个比这个哑铃、杠铃这种孤立的单项运动是有意思的多了。大家练一练就知道，它对抗这个是离心力嘛，而且都是运动轨迹都是弧线，所以做起来就觉得怎么说呢，有点这种有点像是这种禅定的这个感觉。就是你的大脑其实是不是你控制它每一个细节，是你的身体更多的是做这种自然的反应，因为就是它离心力嘛，这种运动轨迹是一个弧线的规律运动，然后你不需要分神太多，但是你的心神关注在身体之后，你的重心每时每刻都在变化，然后你的核心在跟这个离心力在跟它这个配重棒铃在做对抗。这个感觉我觉得挺奇妙的，有点像那个推手的感觉，当然它比推手要简单一些，但我觉得作用是差不多的。大家可以都试一试有什么想法欢迎写邮件或者写评论都可以。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，各位再见了，结束。